上古之时，不周山天柱倾塌，天穹龟裂，大水浩洋不息。神农以神树举目为基，兴建流月城，指引众神炼制五色石，交由女娲补天。有一部族名曰烈山，信奉人皇神农，自请入流月城相助。神农感其赤诚，将一滴神血封入举目，使其蕴含的生命之力通过举目之液发散，以供烈山部人不饮不食而活。补天进展艰难，天皇伏羲遂启用神箭昭明赴东海斩杀巨鳌，取其足支撑四极，暂止天穹倾颓之势。洪水为之退歇，不日，天裂已告修补完毕。然而，昭明却于此役后崩裂损毁，不复神箭之形。灾劫过后，人皆浊气漫溢，生民因之纷纷病亡。神农便命烈山部暂居城内，待他另寻适宜居所。伏羲又设下结界，以免天机外泄。烈山部人至此被困于北疆上空。他们建起巍峨神殿，于其中昼夜求祈，期盼神明早日归还。千百年后，浊气不断侵蚀，神农却不复踪影。时任大祭司沈业见族人难以续存，遂与域外心魔丽婴合作，欲借心魔之力化解危局。沈业之徒谢一不愿与心魔为伍，遂率部众起义，流月城中杀戮不止。远古时代，天柱崩塌，洪水肆虐。神农以神树举目为基，建造浮于空中的流月城。生于清气浓郁之地的烈山部族，主动请命前往流月城相助。为适应烈山部生存，神农改造举目，并在举目核心内留下一滴神血，使其中蕴含的生命力通过举目之源源发散，以供烈山部人不饮不食而活。大地浊气增加，不再适于烈山部人生活。神农允许流月城凭借燃烧剩余的五色石，继续漂浮在北国的天穹中。离去之时，他承诺将尽快为烈山部人寻找出路。可是神农从此再也不曾回来。岁月流逝，大地浊气日渐浓郁，即便高居在天上，烈山部后裔仍难逃浊气侵蚀，体质衰退，寿命减短，甚而罹患绝症，肢体溃烂，痛苦而死。时如逝水，千年时光匆匆而过。到我出生之前，老城主独女苍冥都已感染上绝症，命不久矣。当时前任大祭司的2个孩子沈业和沈西也都开始出现绝症症状。为了尝试借神血之力治愈苍冥，前任大祭司将沈业、沈西送入举目核心，以为试验。2人在举目中经受神血灼烧，病症痊愈。沈业更是因此功力大进。然而沈西却从此只能维持3日记忆，每过3日就要重回兄妹2人被捉入举目的前夜，其中惨痛难以尽述。12年后，老城主以及前任大祭司先后亡故，沈业继任大祭司。同年，我拜入沈业门下，尝试破除伏羲结界。多年后，在一次试验中，我以五色石成功割开伏羲结界，使其短暂裂开一丝缺口。不料，心魔丽婴在魔域中窥伺已久，趁机潜入城内。
心魔靠吞噬人的心念与七情来增强魔力，无形物质寻常手段根本无法将他杀死。一时之间，整个流月城都束手无策。丽英趁机做出了承诺，他将慢慢引魔气熏染猎山部，使我部族人不再惧怕下界浊气。但作为交换，流月城需将举目之液散布下界，以祸乱整个人间。如此，丽英便能通过城中举目，源源不断地汲取下界七情。沈烨一番考虑之后，宣布与丽英合作。这一决定引起了诸多高阶祭司的不满，最终爆发叛乱。沈烨为延续猎山部续存，遂以铁血镇压，牵连无辜者甚众。我猎山部乃上古神异，当年为救下界而自请入流月城，今日却为异族之存亡而荼毒下界亿万生灵，实乃本末倒置。此事非我所愿，于是我最先接受了魔气熏染，并叛逃下界，只求寻到克制丽英之法。至于我猎山部的存亡，若上天眷顾，我必能在下界为族人寻得一线生机。多年后，我偶然从巫山的一座古祠中读到了存有神农记忆的灵石。自当年伏羲以巨鳌之战后，昭明剑便碎裂开来，被分成丙、光、影三部分，流散下界。若昭明剑果真如传说所言，能斩断一切法力连结，它定能克制心魔丽英，彻底将其铲除。只是我行迹已然暴露，此行捐毒寻找第一块昭明碎片，生死难料。为此，我制造出通天之气，用以存放关于昭明碎片的调查所得，以及我在演术上的一些研究，其中更有我在下界多年来的所见所闻。为防万一，我将通天之气拆解开来，交由几位好友分散保存，以待来日。我一生心血尽付演术，满以为终有一日能以所谓演术超越所谓的天道。然而，恰恰因为我试图逆天行事，才给了心魔可乘之机。多年来，我时常自问，我所做的一切究竟是对是错？以凡人渺小之力，是窥浩瀚天道，终究不过是镜中捞花，苍原卓越。后世能重组通天之气者，必是位出色演师。同为演师，我已明白，穷尽天地奥秘，探求演术极限，乃至超越世间一切天道规则，是我们最迫切的愿望。指望此书能令后来者略微感慨天命可畏，切切。原来如此，你身上的印记，竟然是昭明碎片的地图。难怪，我身上自从有了这枚印记，常常做梦，会梦见3个陌生的地方：捐毒、星罗岩、从极之渊。原来这些地方都是昭明碎片散落之地。师父当年途经凉州的时候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怎么会完全不记得曾将印记印在了我的身上？无印，你说过，你在凉州遇到谢前辈的时候，他正在被流月城的人追杀。你对当时的情况还有印象吗？我当时受了伤，晕过去了。醒过来的时候，已经被师父所救。现在想一想，师父定是觉得流月城那帮人不会放弃对他的追杀。一旦失手被擒，昭明剑的线索就会被流月城所知，所以这才把印记印在了我的身上。不错，流月城有一门法术，叫做探念之术。当时我就是中了此招。大概就是如此吧。师父就是在那之后，
便失去了记忆，从此就再没寻找过我。太好了，有了这个，我们就能找到昭明碎片了。啊！哎，文人，你看，昭明之营所在地星罗岩离长安最近，距离此地西南方向700里便到了。刘月成、举目、昭明剑、丽英，这样线索全部都串起来了。按谢前辈所说，刘月城中肯定还有很多举目之。安阳、朗德寨人口尚算稀少，万一他们向长安这样的地方下手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无论如何，一定要阻止刘月成。师父临终前说过，让我们一定要找到昭明剑，也正是此用意吧。只有昭明剑，才能破开刘月成的结界，彻底铲除丽英，消灭沈夜。那是师父，是你们师父。等等，有些不对劲。师父，真的是你吗？你怎么不说话？你倒是看我一眼啊！文人，是不是你师父啊？穿云、冲刺，这些招数，你不觉得眼熟吗？是他亲自传授给我的呀。究竟发生了什么，把程师傅变成这样了？原来是你，又见面了。是你把我师父害成这样的吗？不然还有谁能完成此番杰作？上次见到你的时候，只有双腿带以岩甲，现在连胳膊也变成岩甲了。好眼力！如你们所见，我现在行动更加不便，只好派出11来对付你们。你叫他什么？11？没错，第11号活傀儡。什么意思？那次从无厌奇兰带回你师傅，我见他资质不错，便利用了他的身体，打造成第11号活傀儡。那我师父，他还有意识吗？重要吗？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，不正是很多人所追求、渴望的吗？师父！
心！想办法把师傅击晕，送到师兄那里，其他的就交给老天了。好。弟子，赶快把师傅带走。怎么回事啊？他不是被我们打晕了吗？这是什么妖法？你们几个还挺有两下子的嘛。你们可知道，人的七情六欲、喜怒哀乐，都是由这里控制的，而11的这里，被我塞满了听我号令行事的蛊虫。你居然用蛊虫直接控制别人？打晕了他又如何？只要人还在，11就是我的提线人偶。果然是刘月成的一贯手段，践踏性命，玩弄人心，简直卑劣至极。人心？你说的是这里跳动的东西吗？那我可要告诉你，人的心不过是个肉块而已。你们所谓的正义、尊严、善恶、爱与恨，其实根本就不存在。你们这些人，是不是哪里有毛病？把这些损人利己的事说得这么理直气壮。损人利己？哼！我猎山部是天地间最早诞生的一批人类，善育灵气，寿数长久。与你们所谓的人相去悬殊，在我眼中，你们充其量不过是一群会说话的兽类，还谈不上是个人。胡说！你们有家人朋友，我们一样也有。你们会生病会难过，我们也一样会啊。凭什么你们就高高在上？猪牛马羊一样有父母兄弟，
一样有喜怒哀乐。你们可曾体恤过他们？人和牲畜怎么可能是一回事呢？人和牲畜本来就是一回事。上古时，气候与今大不相同，许多奇珍异兽已经遍布九州，反倒是人的数量相对稀少。后来天柱倾塌，气候突变，异兽灭绝，下界才渐渐被人主宰。人世间从来都不是靠正义、靠强大的实力才能生存下去。非要说的话，必须要足够合适才行。难道弱者就该死吗？万物天生天杀，弱肉强食，谁曾说过半个不字？如今我猎山部为求生存，杀几个下界人，究竟有何不可？七杀祭司，抱歉了。听你说完刚才那些话，我愈发觉得，你们这种人，还是越少越好。我刚说过，适者生存，这一切不是由你决定的。还没到最后，谁强谁弱，还不一定呢。十一，你在一旁待命。这几个人跟谢姨还有些渊源，我想亲自动手。师父，你真的已经彻底被蛊虫控制了吗？你认识我？你认识谢姨、谢伯伯？你也认识初七？初七是我做的傀儡，他是第7号。你，你是谢一的徒弟吧？看在谢一的份上，我会尽量减少你们的痛苦。师父，程师傅，师父，程师傅，师父，怎么会？温然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我家小雨
最听话了。他出手，自然是受了老夫的指示。小雨啊，你总算来了。为师盼你盼的，这心都要碎了。师父，摩拳待命，三指为师先行，二指二徒弟冲刺。小时候教你的，你现在都还记得，不错。程师傅，程师傅，你为什么要下这种命令呢？你不知道，这妖人厉害得紧。老夫要不当着，你们这些娃娃不就遭殃了？程师傅，不可能！你全身遍布千线骨，怎么可能挣脱我的控制？不可能！有什么不可能？世间生灵之所以宝贵，就是因为他们有太多的不确定。若事事都能被你料定，那人活着还有什么趣味？原来如此。这个七杀祭司，我们怎么处置？他已伤及心脉，估计活不成了。我天罡郡主从来不对毫无抵抗之力者出手。走吧，我怕再逗留下去，我会克制不住。走，师父。走。师父，师父，你还撑得住吗？师父，先扶师父过去坐着。好，来，走。师父，怎么样？老夫不行了。阮妹妹，求求你，救救我师父，救救他！好。不行，他身体里都是虫子，灵力刚一接触就被吞掉了，根本来不及生效。这可怎么办呀？师父，我找了你好久，走了很多地方，好不容易才找到你。如果早知道见面之后会是我亲手杀了你，我宁愿永远找下去。
委屈你了，小雨。两军对垒，难免死伤。何况老夫已经是这个模样，有你来，也算是件好事嘛。弟子无能。如果我们能早一点到流月城，或许……别说傻话，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。咱们天罡从来不论如果。不过这一次，你能干干脆脆听从师父的指示，小雨，你能出师了。师父，令则行，禁则止，这才是咱们天罡的本分。师父，师父。小雨，师父只能陪你到这儿了。你和小琴子都要好好的，知道吗？师父只怕你们好好的。师父，师父，你说什么呢？我现在就送你去师兄那里，我保证一定能治好你，我保证。来，师父，你起来，我背你。来，我背你起来。小雨，我背你走。小雨，小雨，别浪费时间，你一定要听师父的话，好好的。师父，师父，你不要离开我，我求求你了，你不要离开我。别哭，你是天罡。好吧，这一次就算了，但往后一定不能哭鼻子了。师父，程师傅，程师傅，我以为你能够明白，童，你平时对什么事情都看得很透彻，为什么这一次却不肯劝劝师尊？为什么要劝？杀伤无数下界黎民，交换离开流月城的一线希望，你们都疯了不成？丽英已经负伤了举目，覆水难收。难道你有更好的办法？如今通过引爆五色石，已经能够动摇伏羲结界。可惜，对族人来说，下界浊气过于浓郁，难以承受。但我相信，此事一定有解决之道。眼下最重要的是，
设法驱逐心魔，以绝他日大患，绝不能让师尊与魔族合作。我劝你别轻举妄动。大祭司并非没有察觉到你的心思，难道你想和阿叶走到反目成仇的地步吗？童，你真的相信与心魔合作，猎山部就能生存下去？不，时间已经过去太久了，这个世界早已不属于我们，就连那些更强大的部族，也都已经灭绝殆尽。盛极而衰，枯荣轮转，此乃天道。就算没有伏羲结界和心魔，这一切也不会有所不同。你果然什么都明白，但为什么还要赞成铤而走险？我们这些人，生于寒夜，也将无声无息地灭于寒夜。就像上古遗留至今的幽魂，早已被时间的长河抛弃，从出生就已经注定了不幸。然而，即便如此，即便前方只有一线萤火般微弱的光芒，即便手脚溃烂，面目全非，也还是忍不住想亲眼看一看那个或许充满光明的未来。本人，你一定要振作，绝不能让你师父、我师父、团子还有赵宁，还有那些无辜百姓白白死掉。大家看那边，那座建筑恢宏雄伟，想必是一处重要所在。说不定沈爷就在那里，我们快过去看看。走。里面有声音，你们听到了吗？是箜篌琴声。是那个廉贞祭司。看来要见沈爷之前，还有一场恶战要打。走吧。
琴声怎么突然没了？多日不见，几位别来无恙？托你们的福，我们都还活着。几位都是聪明人，我不妨直说。如果你们肯交出昭明剑心，我可以放你们活着离去。为什么我们非打不可？你的琴声里根本就没有杀意和怨恨，你也不想跟我们打架的，对不对？阮妹妹，我是认真的。琴为心声，他的琴声里有种很温柔又很孤独的感觉。我觉得会弹出这种曲子的人，应该不会是坏人才对。好和坏，善和恶，本就不像你们以为的那样泾渭分明。说到底，我们不过是想活下去，而活下去，何错之有？小的时候，我偷看我爹的一本书，里面有一句话我一直都记得：众生虽苦，还望诸恶莫作。诸恶莫作。只可惜，我有绝对不能让步的理由。我，廉贞祭司华月，绝不会让你们站到大祭司的面前。无论如何，想要保护一个人的心，我明白，但真的值得吗？哦，你明白。对了，你们应该见过11了吧？不许你这样称呼我师父！把活生生的人做成兵器，这种残忍的事，也只有你们才能做得出来。那你们可知道我的名字是什么意思？华月。华月是指1月，1月时节更新，万物代肃，故名华。不错。所以，在成为华月之前，我的名字是1。初7、12、11、1。难道刘月城的第1个活傀儡就是我？什么？当年，前任大祭司为了给他儿子找个玩伴，就挑了一个平民家的孩子，抽去记忆，改换容貌，重新抚养，塑造成最适合他儿子的活傀儡。所以，我没有家人，也没有过往。这茫茫人世何其广阔，然而除了阿叶，我什么都没有。你们连对自己人都能这么残忍？身为傀儡，我的命令是守护阿叶一生一世。所以，在我咽下最后一口气前，就绝不会让你们去到他那儿。大祭司那样对你，你为什么还要保护他？他的事，你们又知道多少？为了刘月城，他差不多已经放弃了一切。他一生都为保护族人而活，所以，至少今日，无论如何，我要护着他。你太固执了。罢了，道不同，多说无益。华月姑娘，得罪了。刀剑无眼，瞬息生死。诸位莫要大意，我可不会因为你们与谢依有些干系，就手下留情。你也是，你自己也多加小心。
士别3日，你们变得强悍。胜负已分，现在能让我们过去了吗？怎么可能？阿叶的安危，那是比我的命，比所有的一切都要更宝贵的。我们别再打了，好不好？这种战斗，就算赢了，也不会感到高兴的呀。输和赢，我从来都不在乎。这一辈子，我只做一件事，只守护一个人。在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，我都不会忘记自己的使命。是魔气，他身上有一股很强烈的魔气。糟糕！如果被魔气控制，他也会变成嗜血癫狂的魔化人，刀枪不入，伤口能自愈，难缠得很。这是依靠丽婴才获得的力量，我本不想用的。我连真祭司华月，绝不会让你们再向前一步。如果我不杀你，你就会变成魔化人，去伤害我的同伴。对不起。阿月。放心的去吧。
无意，你没事吧？如此趁人之危，跟那些杀人凶手又有什么区别？小叶子，岳兄，你是迫不得已。臭小子，你也不想想，跟以往的寒光剑主相比，你才杀了多少人？我跟他们不一样。那你还苦恼什么？都说寒光是凶剑，多少人为他争得头破血流。历任剑主中，有为了一己私利杀人的，有为了财富权势杀人的，只有小子你，拿这把寒光剑是为了阻止更多人死。我觉得，廉贞祭司只有在死的那一刻，才是真正的解脱吧。走吧，去找沈烨，结束这一切。沈烨。终于见面了。本座期待这一刻已经很久了，我相信你们也一样。沈烨，我有个问题想要问你。问吧。你说，当年谢伯伯对严家人下的命令，是希望他好好活下去，以保存眼术。可对严家而言，主人的命令是不能违背的。可那个时候，为什么严家谢伯伯会牺牲自己而保护我们？你认为呢？难道说他已经跟人一样，有自己的思维和感情了吗？这有区别吗？其实结果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是否愿意去相信这一切。愿不愿意去相信这一切？你什么意思？这上面被封印的，就是心魔理应。什么？心魔被封印了？哎，那团发光的东西就是心魔，难怪灵力那么强。这是何人所为？是冥蝶之印和昭明残剑封印了心魔理应。你当我们是3岁小孩啊？谁不知道你和心魔是一伙的？你怎么可能封印它？以你之前的所作所为，我是不可能相信你的。不同人眼里看到的真相是不一样的。既然你们不愿意相信，那本座只能选择做一个恶人。你可知道，有多少人是因为你而死？烈山不是上古神医，当初为助补天，自请入流月城。现在的你，难道对人的生命没有一丝一毫的怜悯之心吗？你们下界人认定我沈烨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恶人，可在流月城的人们眼里，我就是他们的救世主。这世上本来就是弱肉强食，没有绝对的公正公平。其实我并不想与你们下界为敌，但与我烈山部的生存相比，就算让我再选择一次，我依然会选择牺牲你们。简直不可理喻！在某种意义上讲，我们是一样的，更何况你们已经开始了。胡说！我们什么时候做过这样的事情啊？那问你们，
华月是怎么死的？还有正在城中砍杀的那些修道之人，你们是杀，我也是杀，究竟有什么不同？你说的对，是非善恶本来就在一念之间。我的手也沾满鲜血，并不比你干净。但是我的罪过，我自己会承担。今日，无论付出什么代价，我都要阻止你去害人，也不允许你伤害我的同伴。岳公子，你很善良，但你不够强悍。若你想撼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，就必须有能力先活下来。只有活着，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你想改变的一切。那我就拼命活下来，然后改变世界给你看。谢姨有没有告诉你，你很像他？我很欣赏你的勇气，但有句话我必须告诉你：你想拯救这个世界，首先必须有勇气毁灭你自己。你能做得到吗？你胡说八道！哥哥，哥哥，小溪，哥哥，你怎么还没有离开柳月城？怎么回事？锦屏姑姑呢？你们是谁？为什么拿剑指着哥哥？你们要干什么？你就是沈西，沈夜的妹妹。你们不准欺负哥哥！我要保护哥哥。小溪，小溪乖，听哥哥话，回寝殿去。岳兄，维人姐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李银，你这么阴险！神夜，我又回来了。方才被束缚在冥蝶之印里，我真的好怕好怕呀！就差那么一点点，我理应便要形神俱灭。可惜呀，大祭司你有弱点，你最亲爱的妹妹就是你的软肋。想不到吧？我早就把一部分魔气做到了小溪身体里，你是摆脱不了我的。哪怕侵袭到下界，炼神部的命运也攥在我李应手心里。这么说来，西蒙和沈夜真不是一伙的。血衣之徒，我说过，我们还会再见的。我也说过，再见之日便是你的死期。我们杀得了你一次，就能杀你第二次。可笑！以为灭了一团小小的魔气，便能撼动得了我？他说的没错，他现在和举目已经合二为一。若不斩断举目，他就会变得越来越强大。即便你们眼前的丽音，也不过是一团魔气。什么意思？快，用你手上的昭明剑心斩断举目！痴心妄想！
为什么砍不断？天助我也！两把残剑都不能奈何巨木。神农啊神农，我理应真该感谢你的上古神力。大祭司，你伤重如此，我看你能坚持到什么时候？于七，于七前辈，于七，小子，把剑拿来。于七，你要干什么？昭明啊，昭明，吾亏负你数千载，今日吾便以天地为熔炉，吾身为烈火，助你历劫重生。于七，不要啊！臭小子，吾再帮你最后一次，重铸这昭明剑。可惜以后再也见不着你们了。臭小子，拿着这把重铸的昭明，可不能再输了。前辈不可！于七，于七，于七。谁能同我生死与共，心意相通？如是如终，如错如情，随风如来如去，难免一切都成空。就算最终只留下我在古城中守候。别让于七前辈枉死！岳兄，动手吧！小七同归于尽！竟然拿小孩子当盾牌，你简直太无耻了！砍！可是，你妹妹……万物皆有终。小七，对不起了。人心不由我空。天下人俯首，又有谁能知否？山雨对坐，无为我国。不喜不怒不忧不为所动，不思不悲不恐不惊，又有哪谁能同我生死与共，心意相通？
弦月挂半空，目睹谁人离愁，也曾交接过。小琴，哥哥对不起你。哥哥，你的魔气石。这么容易就能对付我吗？难道是灵婴附体？当心！
仙女妹妹，准妹妹，仙女妹妹，二软怎么了？二软，仙女妹妹，二软，准妹妹，准妹妹，仙女妹妹，我没事，太好了，我们成功了。我们赶紧离开这里再说。好，来。沈烨，你不走吗？我已经淋漓尽致。如果你们想报仇的话，现在就可以杀了我。没错，我是恨不得杀了你，但经过这一战，我多少能了解你的苦衷，而且我很怕会和你一样，被仇恨驱使，变得不像自己。我问你，如果有那么一日，你将谢医所有的眼术都学会了，成为通天彻地的大眼师，你会怎么做？如果真有那么一天的话，我希望这个世界上没有战争，没有杀戮。我希望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可以跟自己的亲人、朋友幸福开心地度过每一天。谢医有你这样的徒弟，我很欣慰。这是谢医留下的，拿着吧。岳兄，再不走就没法走了。如意，我们快走！刘月城就要坍塌了，赶快走吧。你真的不走吗？我是刘月城的大祭司，这里就是我的家。太好了，挑战我们打得太不容易了。刚才在上面的时候，我还以为我回不来了呢，没想到我真的活下来了。是吧？来。
快！啊！小希，你醒了。小溪好痛，胸口好难受。别怕，小希睡一会儿就会好了。你是谁？是你弄疼小溪的吗？当然不是，我怎么会弄疼小溪呢？我只是个路人呐。哥哥，你在哪儿？哥哥马上就会过来看小溪的。你快去告诉哥哥，让他快跑，不要管小溪。父亲要抓我们进举目，让他快跑。小溪乖，小溪进举目，你们不要欺负哥哥。放心吧，小溪，没有人欺负哥哥和小溪，没有。哥哥，你回来了。对，哥哥回来了。哥哥过来看你来了。哥哥，是不是在下雨？小溪好冷。小溪别怕，有哥哥在，不怕。放心吧，哥哥永远会陪着你，陪在你身边。小溪，你不是想听小鹿的故事吗？哥哥给你讲好吗？好。从前呢，在一个大森林里边，有2只小鹿。一个叫小白，一个叫小花。他们俩无忧无虑的在大森林里生活着，特别快乐。有一日，小白呢就对小花说：“我们能不能到森林外面去看看？听说森林外面是个很大的地方。”有很多很多好玩的东西，而且非常非常美丽。但小花说：“不行啊，我们这么出去的话，万一让娘知道了怎么办？她不会让我们出去的。”最后他们俩商量了，要偷偷的跑出去。他们准备了好几日的粮食，然后2个人就向森林外面走去了。睡吧，哥哥永远会这么陪着你。夕阳终于要沉下去了，就像等待了千万年那么久，久得让人无法呼吸，久得令人筋疲力竭。
黑夜很快就要来临，带来漫长的寂寞与虚无。而那黑暗的最深处，又是谁的信念不更改，换作五光十色的梦？终于结束了。是啊，都结束了。阿软，我们办到了。真没想到，我们能撑到今天。以前，我真的不敢想。现在，可以好好想想了。你说，下一步，我们该去哪儿？我不知道啊，一泽想去哪儿呢？脑海之中突然浮现了很多景象：江南柔风细雨，北域漫天风雪，南疆的旖旎风光。可突然间想，这些地方其实都差不多，因为只要有你，这世间的风雨只不过是过眼云烟。阿软，仙女妹妹，阿软，软妹妹，阿软，你怎么了？阿软，仙女妹妹，阿软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回好像真的撑不住了。软妹妹，你怎么这么傻？你怎么不告诉我们？文人姐姐，你该为我高兴啊！我终于做到了，我尽了全力，帮了大家，我是个有用的人了。是，仙女妹妹，别这么说，我们就去找觉位长老，他一定能治好你的。对，我真的好高兴啊！兜兜转转这么久，我终于知道自己是谁了。我不是巫山神女，也不是一株微不足道的芦草，我是阿软。是，你是阿软。阿软。我有最重要的朋友，有喜欢的人，还有想要完成的事情，而且我做到了。不，阿软，不会是这样的。你听我说，不会是这样的，不会是这样的。不要这么残忍，阿软，我求你，你是答应过我的，你还记得吗？我们说好的，我们说好要踏遍红尘万里，我们要尝遍天下美味，我要白头偕老。我记得，我都记得，我不会离开一泽的，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。一泽从小就那么孤单，连个说心里话的人都没有。虽然表面上总是不在意，可心里也是很难过的。我不会离开你身边的，哪怕只能远远看着你，不能伸手抱你，我都会一直在的。好，我们永远在一起，不要分开，好吗？好。有件事，
希望一泽能答应我。虽然我知道这有可能不是你的本心，只要是你能想到的，我都可以答应你。一泽，答应你的皇帝爹爹去做皇帝。阿软，我真的好喜欢下界这片地方，风景这么美，到处都是五彩缤纷的，人心也是暖暖的。我们千辛万苦，好不容易阻止了刘月成，打败了心魔，可以保护下界的人，他们都安全了。可这些还远远不够。我虽然不懂皇宫的事，可我觉得一泽是个很好、很善良的人，所以你一定会当个好皇帝，保护好天下人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我会竭尽所有的能力，把我们喜欢的这片土地变得更美好。一泽，小叶子，文人姐姐，你们不要难过，我一直都在。阿软，阿软，仙女妹妹，阿软，妹妹，仙女妹妹。